暑假的我 vs 老妈眼里的我。暑假的我炸鸡真好吃，老妈眼里的我，老妈你做的饭真的太难吃了。本公子以后每天都要点外卖。还是外面的垃圾香。暑假的我，妈，我好想报一个暑假班，提升一下自己啊！老妈眼里的我，虽然我上1-2次课就不去了，可我就是想浪费你的钱。暑假的我，妈妈，我作业写完了，可以玩会手机吗？老妈眼里的我，啊，我最爱的手机！我站着玩，坐着玩，躺着玩，吃饭玩，睡觉玩，上课也玩。作业我也没做，做作业哪有玩手机重要？暑假的我，起床啦！才8点，再睡会儿。老妈眼里的我，别叫我了，我今天一天都不会起床，早饭、午饭、晚饭我都不吃，我就是要得胃病。数学不是这样用的，同学们，数学其实是很神奇的。假如一个人把这些大米全部运到河对面，需要10天才能运完，但10个人就只需要1天，而不是100天，是不是很神奇？老师，我懂了。如果一个人上完1节课需要40分钟，那40个人上完1节课要1分钟。哪里怪怪的？老师，我也懂了。如果一架飞机从北京飞往三亚需要4个小时，那么10架飞机一起飞就只要1个小时。对不对？老师，我也会。如果1杯水烧开需要10分钟，那么10杯水烧开只需要1分钟。不是这么算的。小二郎，你给大家举一个正确的例子。如果老师每次下课都拖堂1分钟，全班60个人就会被白白浪费掉1个小时。你敢信吗？全世界一年发生500万次地震，你知道地震有多可怕吗？1级地震像昆虫扇动翅膀，人类毫无察觉，只有精密地震仪能检测到。2级地震就像运动后不断加速的心跳，部分生物开始贮存食物。3级地震，悬挂的物体开始轻微晃动，你在20楼感觉水杯突然晃了一下。4级地震，你躺在床上听到门窗吱吱作响，街上人来人往，没人察觉，只有几只流浪猫激烈打滚，你以为他们在跟你玩，其实是在跟你说快逃。5级地震，正在睡觉的你被震醒，墙壁开裂，建筑剧烈晃动，有可能造成少数人员伤亡。6级地震，地面开始出现裂缝，桌上的碗碟摔落，年久失修的房屋坍塌，你开始站立不稳，试图扶住墙壁，但巨大的冲击力让你瞬间跌倒在地。7级地震，即使你走在平地上，也会感到头晕目眩，房屋剧烈摇晃，高层建筑倒塌，道路塌方。1976年唐山7.8级地震，仅仅23秒就造成24万人死亡。8级地震相当于数千颗广岛原子弹同时爆炸，交通、房屋受到了史无前例的破坏，水电网全塌。1920年，甘肃海原发生8.5级地震，释放能量相当于11.2个唐山大地震，造成28.82万人死亡，约30万人受伤，被称为环球大震。9级地震相当于27000颗广岛原子弹同时爆炸，历史上一共发生过6次9级以上的地震，几乎是毁灭性的破坏，并难以恢复原貌。10级地震，山川河流撕裂，陆地被瞬间吞没，威力堪比小行星撞击地球。据科学家推测，地球一旦发生10级地震，人类很有可能因此而灭绝。真实的地震远比想象中更可怕。今天是你的最后一天，还有什么话想说？恐怕我今天死不了了。3次被抓，2次越狱，最终却成了发明家。小说都不敢这么写。1992年，浙江大学一位高材生因诈骗被抓，而在被关的当天，不到半小时就打开了手铐，并谎称来紧急办事，大摇大摆走出了看守所。5个月后，他凭借惊人的记忆力，仅仅看了2眼别人的汽车钥匙，就记住了纹路，自己手工做了一把，将别人的汽车成功开走。谁知车技不行，一脚油门开进沟里，于是再次被抓。这次他拉上了2个狱友，用自制的工具将墙壁打通，再次越狱成功。这次还偷了一辆警车，1个月后又被抓获，直接数罪并罚，被判处死刑。这次我大了，我要逆天改命。为了自救，他潜心搞发明，最终在死刑前一天成功发明出中国第1台无刷电机，获得中国专利发明博览会金奖。随后又因为发明了多项专利，一次又一次获得了减刑。出狱后还帮看守所升级了防越狱系统。
这是什么传奇人生？没有那个能力的，千万不要模仿。快跑啊！地震了！学校不会教你的救命技巧，赶紧点赞收藏。当地震发生时，你只有12秒的时间逃生自救，你的每一个决策都关乎着你的安危。地震时，你会有强烈的眩晕感，因为你所处的建筑已经倾斜，而你看到的墙体和地面依然是垂直的。如果发生地震时你在学校，就是在1层，可以贴边沿着墙迅速逃到空旷的平地。逃生前先将椅子推回原位，有可能挽救后面同学的生命。但如果你在3层以上，一定要先躲避后撤离。课桌和墙角就是你的救命稻草。所有人冷静，听我指挥。而如果你在卧室，千万不要钻床底下，尽可能蜷缩身体，躲在墙角、桌下或离门口近的位置，避开室内悬挂物，顺手找到抱枕等物品保护头颈。躲进空间小、墙体稳固的卫生间墙角或靠近水源的位置更安全哦。不要使用电梯，更不要随便跳楼。在睡梦中遇到地震也有办法，两手迅速抓住枕头，扣住2个耳朵，从床的一侧快速滚下，脸朝下，两肘形成一个3角空间，确保全身高度低于床的高度。万一真的被埋压，冷机向外发送求救信号，调节管道。各手机提前预警设置方法，赶紧点赞收藏。你知道自己其实一直在被操控着吗？你很可能每时每刻都在接受心理暗示。美国心理学家做过这样一个实验，他在监狱里找到一个死刑犯，告诉他执行死刑时可以选择毫无身体痛苦的离去。实验开始，犯人被绳子固定在椅子上，蒙住眼睛，同时测量着他的体温和心率。他用一个木片划过囚犯的手腕，假装被割破的感觉，并在手边制造水滴声，模仿水液流下的感觉，流水的速度由快到慢，令囚犯以为自己的血液在不断减少。完了，我要不行了！血压和体温都在降低，这就是著名的心理暗示实验。美国一个17岁男孩因病全身瘫痪，3位医生都说他将活不过第2天早上，就算能活下来，也永远无法站立。我一定不会让你们的预言实现。3年后，他不仅站了起来，还用一艘独木舟独自一人畅游了密西西比河。这个创造了奇迹的男孩，就是享誉全球的现代催眠之父尼尔顿·艾瑞克森。心理暗示居然这么有用，我都背过了，我能考第1名，我是最棒的。你看懂了吗？为什么不点赞？你知道世界上最倒霉的人是谁吗？难道不是我吗？你这算什么？我可是大家公认的世界最倒霉的人。瞎说，我才是。这也要争？我叫宁可，20年内连续被闪电击中4次，谁能有我惨？1918年，因为一道闪电，我的马游到了井下，我从马上摔了下来，从此下半身瘫痪。6年后，我在河边的树下钓鱼，结果闪电击中了那棵树导致我左半身瘫痪。又是6年后，我再次被闪电击中，全身瘫痪，成了植物人，全身只有脸能动。这才3次嘛，活着就好。这还没完呢，我之后太过抑郁，嘎了。但是我的愤怒又再次被闪电击中，不被毁。你这是发了多少毒誓啊？我比他还惨。我叫诺纳德，我本打算从10楼跳楼，当我经过9楼的时候，子弹射中，直接嘎了。后来知道8楼有施工队安装了安全网，如果不是被枪击中，我就会吊在安全网上活下来。这个不如第1个惨。还没说完呢。当时9楼有一对夫妻吵架，老太太拿出一把猎枪恐吓老头时，不小心扣动了扳机。是不怪我呀，这么多年了，我们一吵架我就会拿枪恐吓他，但枪里总会装子弹呀。最离谱的来了，我就是他们的儿子。警方在家中找到了我的日记，发现了枪中的子弹是我自己装的，因为我老爹限制我的经济自由，我想用俺老妈的手送走他，结果，我可惨，我比你惨。你觉得他们谁更倒霉？为什么不点赞？你在逛博物馆时突发大火，有一只小猫和一幅世界名画，只能救一个，你会选哪个？一种观点认为，再古老珍贵的文物也比不上眼前活生生的生命，近处的哭声你都不管，更何况远处想象中的哭声呢？另一种观点认为，世界名画是生命的传递，是历史的见证。世界上有无数只猫，而名画只有1幅，应该选择去救更有价值的东西。你会怎么选择呢？能搬走的搬走，搬不走的砸掉。
不急，这场火烧3天3夜呢。没有任何一个中国人可以笑着从大英博物馆走出来。大英博物馆收藏的800万件巨量藏品中，绝大部分来自英国之外的世界其他国家，其中约2.3万件的文物都来自中国，包括慈禧的牙雕扇子、光绪帝的龙袍、南京条约的英方文件、林则徐画像、明代龙纹琉璃砖等等。5件镇馆之宝，3件来自中国。近日，大英博物馆被曝约2000件馆藏文物莫名其妙的失踪了。对不起大家，我宣布辞职。我们正式向大英博物馆提出要求，请把所有通过非正常渠道获取的中国文物无偿归还中国。我们埃及金字塔上的塔简也在他们那儿。他们甚至没有自己的名字，只有一个个冰冷的编号，随意摆放在外，伸手即可触摸。当初为了方便搬运，硬生生把它们切割。原本威风凛凛的清朝雕刻龙纹装饰，无端多了几道伤痕，甚至用日式折皮的装裱法裁剪我国画卷，使文物无法修复。把埃尔金石雕还给我们吧。可以借给你，并且拿1比1的其他文物给我展览。也许他们也会想家吧。我相信总有一天，他们会来接我们回家的。